中秋节的历史。中秋节又被称为仲秋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起源可以追溯到宋代，至今已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这个节日庆祝的时间在农历8月15日，正好是秋天的中期，因此被称为中秋节。中秋节拥有丰富的文化背景和深厚的传统，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也在许多其他亚洲国家拥有相似的庆祝方式。中秋节的别称。中秋节有许多别称，这些别称反映了不同地区和文化对节日的不同称呼。除了仲秋节和中秋之外，人们还称它为八月节、八月半、月夕、秋节、八月会、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等等。其中，月夕、秋节和团圆节等别名凸显了这一天团圆的意义，因为这是一个家庭团聚的重要时刻。中秋节的庆祝方式。中秋节的庆祝方式包括赏月、吃月饼、家庭团圆和举行各种传统活动。人们会在这一天赏月，特别是在明亮的月光下，家人会一同前往郊外或天台，观赏清澈的秋叶。月饼是中秋节的特色之一，有各种不同的口味和款式，通常是圆形，象征团圆。此外，中秋节还包括灯笼游行、赛烤肉、赛龙舟等有趣的传统活动。文化意义。中秋节不仅仅是一个传统节日，还具有浓厚的文化意义。它代表了家庭的团聚和和谐，也象征了对农业收成的感恩。此外，中秋节还有一些著名的传说，如嫦娥奔月和后羿射日，这些故事丰富了中秋节的文化底蕴。中秋节名称由来各地区别。中秋节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名称和传统。虽然它通常被称为中秋节或仲秋节，但不同的地方可能有自己独特的称呼。例如，在广东和广西等地区，人们习惯称中秋节为半秋节，意味着秋天已经过了一半，天气渐凉。在台湾，中秋节也被称为月亮节。这种多样性反映了中秋节在不同地区的深厚文化背景和习俗。饮宴赏月的习俗。中秋节的一个重要传统是在室外赏月。据说，中秋节之夜，月球距离地球最近，因此月亮看起来最大最亮。这使得赏月成为节日庆祝的一部分，家人会一同聚集在庭院、露台或公园，赏月的同时品味美食，尤其是中秋节特色的月饼。赏月赋予了节日浪漫和祥和的氛围。回娘家的媳妇。在某些地区，特别是一些南方地区，中秋节也有回娘家的习俗。媳妇在这一天会返回自己的娘家，以表达对亲情的思念和对家庭的关爱。这个习俗也具有吉祥和圆满的象征意义，希望家庭幸福美满。不同地区的中秋节日期。虽然中秋节通常在农历8月15庆祝，但一些地区有不同的庆祝日期。例如，宁波、台州、舟山等地将中秋节的日期定在农历8月16。这种差异可能源于历史上的特殊事件，如方国珍占据温、台、明3州时为了防范敌人袭击而改变日期的情况。这些地区的中秋节庆祝方式和传统也可能略有不同。香港的16夜狂欢。在香港，中秋节过后，庆祝活动还未结束，人们会在农历8月16这一天再次举办庆祝活动，称为追月。这种延续性的庆祝活动让人们能够持续享受节日的氛围。赏月，品味美食，再次表达对家庭和团圆的渴望。拜月仪式的深层意义。拜月是中秋节庆祝活动的重要部分，背后有丰富的文化和宗教意义。拜月实际上是一种对月神的崇敬，人们相信月神能够带来好运和幸福。这种崇拜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根深蒂固，并延续至今。除了祭品如月饼、水果和红烛之外，人们还会在拜月仪式中燃烧紫香，这被认为可以清净身心，祈求平安和幸福。月饼的象征意义。在拜月仪式中，月饼是不可或缺的祭品之一。月饼的形状象征着圆满和团圆，而且通常内有各种不同的馅料，如红豆、莲蓉、凤梨、蛋黄等，每一种馅料都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例如，莲蓉象征着团圆和幸福，蛋黄则代表着明亮的月光。月饼的共享也强调了家庭和社区的重要性，增强了人们的凝聚力。拜月在历史上的演变。您提到中秋节最早见于周礼，而在唐代形成全国性的节日。事实上，拜月仪式在不同朝代和地区有过不同的变迁。在古代，
拜月可能更加浓烈地带有宗教元素，而在后来的历史中，它更多的演变为一种传统文化活动，强调团聚、感恩和美好的祝愿。中秋节的地区差异，中秋节在不同地区可能有着各种不同的传统和庆祝方式。您提到了拜月仪式的一个版本，但在中国的不同省份和地区，人们可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庆祝这一节日。这种多样性反映了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多元性，也使中秋节成为一个充满生机和独特性的节日。中秋节食月饼的传统，中秋节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食用月饼。月饼是一种圆形的糕点，代表着团圆和庆祝的象征。据您提到的明代文学家田汝成的描述，人们在中秋节食用月饼是为了表达对团圆的祝愿。月饼的习俗源于明代，并在历史上逐渐演变成一种深受人们喜爱的传统。月饼的制作工艺，您的文章提到了明代时期月饼的制作工艺已经相当高超。当时的月饼制作工艺注重品质和细节，以至于北京皇宫中宫乐使用的月饼都有很高的标准，其尺寸和重量也非常印象深刻。随着历代的演变，月饼的制作工艺和风味不断更新和改进，使得月饼不仅具有悠久的传统，还具有多样化的口味和外观。月饼的多样性，在中国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制作和食用各种不同风味的月饼。除了传统的莲蓉、红豆、蛋黄等馅料，还有许多创新的口味，如巧克力、冰淇淋、草莓等。这些月饼满足了不同人的口味。月饼的多样性反映了中国的地域性和文化多样性。中秋节赏月的习俗，您的文章中提到，在唐代，中秋赏月和玩月是相当盛行的习俗。中秋节的晚上，人们会一家人聚集在户外，赏月、吃月饼，共度一个愉快的时光。这种习俗强调了对自然和家庭的重视，并让人们有机会享受夜晚的宁静和月光的美丽。中秋节在各个中国历史朝代的传统。夏朝，中秋节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最早的一个王朝夏朝。传说夏朝的帝王尧于中秋节祭祀天地，这被视为中秋节的始祖。在这个时期，中秋节主要是一个宗教仪式，人们通过祭祀来祈求丰收和平安。商周时期，在商周时期，中秋节的宗教元素更加突出，人们对月亮神祈祷，并举行各种祭祀仪式。这一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数百年。秦汉时期，在秦汉时期，中秋节的庆祝活动变得更加多样化，人们开始赏月、赏花、赏草龙，并在月下进行文学和艺术活动。此外，月饼也开始在这个时期变得普遍，成为中秋节的主要食品。魏晋南北朝，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秋节的庆祝活动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人们举办拜月仪式，赏月诗的创作达到高峰，并开始有了赏花灯、赛中秋、点灯笼等节庆活动。唐宋时期，唐代是中秋节的一个高峰期，宫廷和士族家庭会举办盛大的中秋宴会，并展示精美的月饼。许多著名的诗人如杜牧和王之涣都创作了关于中秋节的诗歌。这一时期，中秋节变得格外热闹和浪漫。元明清时期，在元明清时期，中秋节的庆祝活动变得更加多样化和繁荣，人们开始烧斗香、树中秋、赏花灯、放天灯、走月亮、舞火龙等特殊风俗。月饼的种类和制作工艺也进一步改进，成为一种极具特色的食品。在现代中秋节的庆祝方式在中国各地有所不同，但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核心价值观。人们仍然会举行家庭团圆宴会、赏月，食用各种口味的月饼，并赠送礼物表达祝福。同时，现代科技的发展也为中秋节的庆祝增添了新的元素，例如在线赏月、视频通话，让远离家乡的人们也能够一同庆祝节日。总结：中秋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和深厚的历史传统。它强调家庭的团聚、感恩和祝福，并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性。中秋节的庆祝方式虽然在不同时期和地区有所变化，但这一节日的核心价值观一直保持着，使其成为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喜欢我们的内容，请按赞、订阅、加分享。